如果你实在不愿意走，就把心思放在科研上，踏踏实实做个书生，不要站在风口浪尖上。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做的不是实验，是政治，政治是要流血的。说得好，我做的从来都不是实验，是政治。南京是铁了心要入股，现在书中跟你谈，他还能控制得了。倘若换了别的人，我们就没有人能控制得了局面。很有可能你和家里人都有危险。现在南京要用他，当然要听他，可总有一天，他医术中什么都控制不了，他左右不了宋子，更左右不了南京。不管怎么样，无论是官股独资还是官商合办，现在永久皇只有这条路可走。这都是拜你所赐。今后咱们俩之间有什么话，我再也不用到这来说了。什么话不可以回来说？今天简直成了跳梁小丑。这宋先生、孔先生之间，财政部与实业部之间的事，怎么可以放到明面上来说？不用我说，永久皇的人也清清楚楚。他们找过你？这些都不重要。搬流酸亚厂是实业部的事，财政部只能参谋，宋先生更不能染指。这是孔部长的原话。哼。没有我一书中，你们孔部长能够说得动永久皇？哼，现在没有你，恰恰能说动永久皇。好啊你还没过河就已经会踩巧了。易先生，我们都是办事的，你应该清楚，这件事不是你我一争长短的事情。委员长与宋先生、孔先生正在协调，让他们一家人自己去商量。进来。邹先生、易先生，南京几点？给谁的？给2位的。读。急电，今日议决，硫三亚厂由中国银行独资筹建，着医书中邹维成会同天津市政府有关方面，据永久皇团体最后商谈，若永久皇团体以国家危亡为重，则共党暗桩等事可既往不咎。若永久皇团体仍执迷不悟，则天津地方军警依法查办。医书中，邹维成可与英国普内蒙公司、德国爱奇公司商谈合资建厂事宜。这份电文是实业部还是财政部的？委员长的电文。看来这回孔部长又输给宋先生了。就是不知道这回孔部长有没有挨委员长的巴掌。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，你还没搬动范旭东这块石头呢。依我看，酸厂到头来还是得与英商、德商合办。给我备车。并通知警备司令部和塘沽盐公所。是。有书生，有书大圣。啊！钱价又涨了。哎呀，没工夫跟你开玩笑，我这眼皮跳了一整天了。有书生，肯定要出大圣。真的假的？日本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，居民伤亡共计3万余人，房屋损坏不计其数。我方派出外交代表对日方政府提出强烈抗议。狂轰滥炸都兵临城下了，堂堂的南京政府只会抗议，还能做点什么？所谓的。旭东啊，我和竹臣一直在聊，
出于战略的考虑，我们是不是适当的做出一些妥协或者让步啊？不是，可是毕竟把酸做出来那才是大事。你就算把炸药、把炮弹做出来，他们也只会拿去对付共产党。只要是宋子文独子，绝不妥协。你不是医生任和傅小姐？不会有什么事吧？这是委员长的意思。这中国银行入股协定，我们已经拟好了。今天是最后一次跟你们谈判，这否则什么？只有一条路：查封永久黄，然后逐一核查你们的股东。这叫谈判吗？这明明就是最后通牒嘛！你可以这么理解。对不起，我不谈。这叫什么三民主义啊？这明明就是讲宋恐神、搞垄断、搞独裁嘛！这独裁不重要，垄断更不重要。这重要的是亡国是分裂。你看看现在中国，除了共党，还有广州的汪精卫，是政令不通、政商分歧、党派分歧。你们中国人自己人就这么乱，还怎么跟日本人斗？拜托，我要的只是一个批文，我只是想做华工。可你做了太多跟华工不相干的事。没有错，你想要中国的化工做强，我也一样。但我们唯一不同的就是，你还要去争这化工姓什么？我没有争他姓什么，我争的是这个化工将来干什么？是为了民众谋福利，还是为了一家之私？就算是为了一家之私，这不是我们在做书的应该去争的。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你我都不争，还有谁去争？行了，我不想跟你争这些口舌是非。我现在就告诉你，这永久黄非出技术不可，硫酸亚厂宋先生也非独资不可。好吧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别说硫酸亚厂，就整个永久黄都是宋子文的。你说，不要说1条，100条我都答应你。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。只要他跟政府没有关联，咱们一切都好谈。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带走！叔叔，干什么？叔叔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带走！这是谈判，你不是哪有不为难他们的吗？干什么？带走！真的连一点情分都不讲。朱晨，相信我，今天如果谈判不输，一定不是这种局面。再说现在距离做算只差1步之遥，不能让任何人耽误他，包括范旭东。叔叔，你们这么做逼我们签了合同，我们不会合作的。没有你们，还有英国的普内维公司，还有德国的爱奇公司，带走。这不会合作的。住手！爸，把人放开！范旭东，谁也不能带走。放住手！爸爸，你怎么来了？书中，你果然是一鸣惊人呐！我怎么敢有你这种女婿？爸爸，这东北在打仗，日本人正对我们中原大地虎视眈眈。我只希望早点把栓做出来，早点强大我们的国防，这是任何人都不能耽误的。再说，我也是为了永久黄今后发展铺平道路。没有一条发展的道路是平坦的。做酸
现在缺的只是一张纸、一纸批文而已。请问，谁在耽误时间呢？没错，没有那张纸，即使万事俱备，也只有耽误下来。那好，这张纸我有。什么？政府已经批准永久坊募集商贾，筹建硫酸轧厂。不可能，我们有委员长电令，这南京政府不可能批准的。我说的是广东国民政府。广东政府，汪精卫，不错，我是代表汪先生来的。永久坊可以随时在广东选址建厂，广东国民政府大力支持，而且初步推荐了广州、汕头和湛江作为酸厂的备选厂址。去广东建厂，傅先生，你这是公开鼓动永久坊搞分裂。南京政府、广州政府，这都是党内分歧。日本侵占东北，宁粤之间的战事好不容易停下来，委员长与汪精卫刚刚有所缓和。现在，蔡元培、张继还在广州商谈党政大计。你既然代表汪先生，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唱反调？蒋汪在谈判，这里不是也在谈判吗？什么叫谈判？谈利益，谈交换，谈妥协。怎么，还要我把话讲得更明白一些？广东国民政府即使被取消了，汪先生也不会答应塘沽成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金库和军火库。爸爸，你现在可能不清楚，现在不是谈入不入股的事，而是永利的股东里头有共党分子。哼，这件事情没有人比我更清楚。李书一有永利的股票不假，但是当年他母亲买了之后转到他名下的。那时候北洋政府也有不少人用个人的名义入了股，当时董事长是我，不是范旭东。要是你们想用这件事情来无事生非，我奉陪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其实这是蒋汪之间的事情，你们也做不了主。建酸厂确实是迫在眉睫，但也不急在这一两天。还是回去请示一下你们的委员长吧。你说过不会为难他们，为什么要骗我？可我不这么逼他，他怎么会让步？你一直在利用我。我利用你？难道你不是在利用我？我利用你，是想早点把栓做出来，早点帮永久坊找到一条平坦的道路。你利用我呢？你完全都是为了范旭东。你是怕他死，你是想帮他跳出这个火坑。为了范旭东，你连永久坊都不顾了。哪怕他不理解你，他恨你，你都要这么做。好伟大、好崇高的感情啊！1年前您说要布局，原来您是去了广州。我前思后想，如今能制衡蒋介石的，也就是汪精卫了。我们真的要到广东建酸厂？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？我的话要反着听。这酸厂真要建到广东去，且不说地理位置是否合适，至少是彻底站到汪精卫那边去。是吗？那么一来，塘沽这17年的心血，还有什么好结果呀？啊！所以这条路啊，是绝对行不通的。被我说中你的心事了吧？好，你现在是我的妻子，你肚子怀的是我的孩子，你千辛万苦跑到塘沽来，你这么做全部都是为了他。是这样又怎么样？
宋子文已经不可能独自办刘三场了。我要跟你说多少次，我这么做不只是为了宋子文。没有军火炸药，我们马上就要亡国了。中国化工这99败都败过来了，就差这一舵手了。我告诉你，这条路你们是理不理解我都要走。范旭东拦不住，你拦不住，你爸爸也拦不住。蒋介石要过汪精卫那一关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汪精卫，你们都太天真了。你们真的以为汪精卫会为了永久皇跟蒋介石斗到底吗？蒋汪在谈判，蒋介石只要在别的地方多让出一点点的利益，汪精卫就会毫不犹豫地将永久皇扔到一边，从此连问都不问。永久皇只是他谈判的筹码之一。你爸爸这么做，只会让范旭东更固执、更偏激，让这局面更混乱。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，范旭东要是再不让步，很快就会有人流血了，马上就要有人流血了，因为这局面已经不是我控制得了的了。本想着能帮助范旭东，现在却弄成这样。傅子英想不明白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而此刻的迷茫，终于在未来里，在那群真正为人民的组织身上，找到了答案。那您真的事到临头，汪精卫也不会真的让你到广东去建厂。硫酸哑厂是他现在跟蒋介石谈判的一张牌，舍弃这点小小的利益，他是为了换取更大的别的利益呀。拿一个永久皇，汪精卫能换来什么利益？永久皇现在是名声在外，只有傻瓜才不知道利用啊。汪精卫不仅要网罗国民党内部的倒蒋势力，在社会上，他也要笼络一批名流贤达呀。据我所知啊，蒋管军事，汪主行政，党务呢由蒋介石、汪精卫、胡汉民共同来把持。不达到这个目的，汪精卫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那照您这么说，就算蒋介石妥协了，咱们还得过南京那一关。这一关是躲不过去的。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，伊书中并没有错。那你为什么还帮我？仅就化工而言，伊书中选的路是对的，但是就这个国家而言，你的理想是对的，尽管实现起来非常难，几乎是成不了的。还是那句话，我把你拉出来搞实业，当然要帮你帮到底。可您这次冒的风险太大了。子英抛出的这个杀手锏是要人命的。我对政治不感兴趣，可我知道，人一旦被染上红色，那在劫难逃。这我知道。对共产党我不了解，但是他们的理想目前看起来似乎跟你很像，真的很像。跟我啊？此刻的范旭东还不敢想象，他一直在期待的政府真的出现了吗？您还是说说咱们怎么才能过南京这一关？买设备，筹资金，你们就埋头准备建厂的事。以后我做的事情呢，你们不要响应，也不要参与，而且要唱反调。唱反调？对，这什么意思？唱反调，千万记住了。这是为什么呀？这件事
我整整想了1年多了，结果是什么，我心里清清楚楚。对永久皇不是坏事，所以你呀，一定要答应我。西东啊，17年前，你这个书生下海学生意，如今你这个书生该爬上岸，学政治了。17年了，我老喽。这是我为永久皇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你未必搬得动范旭东这块石头。还是我那句话，孙厂到头来也还是只能与英商普那门公司、德商爱奇公司谈合作。委员长和汪精卫谈怎么样？是不是有什么决定？听说谈得很辛苦，不会这么短时间就会有结果的。不过，委员长确实有新的安排。什么安排？从现在起，邹威成先生是63厂谈判的主要负责人。易先生，你就协助吧。没别的意思，主要是傅礼成是您的岳父，也是为了保护你，还请你理解。易先生，我还有些事情需要和邹先生单独谈一谈。你看，邹先生，这2位是戴先生派来的人。戴先生派来的。找我有事啊？说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找你，我只是觉得，现在能陪我坐下来，听我说话的，全世界只有你了。可以说说吗？以前你跟范旭东有分歧，那也是正大光明的说了。现在呢？你快变成政治流氓了！什么杜源？什么共党入伙？颠倒黑白，捕风捉影，为达目的，你不择手段。是啊，我就是要不择手段。我跳着脚喊，我扯破嗓子喊，你们有谁会认真的听过想过？我们本来应该在实验室里跟元素斗，跟试剂斗，跟化学反应斗，跟政党斗，跟军阀斗，跟权力斗，根本不是我们这些书生应该做的事。你们再这样下去，迟早有一天我们，不是我们，是你们在这里辛苦努力，17、18年的心血，会轰的一声全倒下，到时候什么都完了。几个月了？3个月了吧？还看不大出来。你妈妈去世的早，如今你身边没个老人，自己呀，要学着疼自己，
别像过去似的什么都不在乎，啊，毕竟是有身孕的人呐。想吃什么，就吃点什么，啊。爸，我最近胃口不大好，就是想吃点酸的。酸儿辣女，我要抱外孙子了。爸，我不想要这个孩子了。啊？为什么？是我错了。我原本以为医术中可以把范旭东跟永久黄从困境里救出来，现在看来，他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，是不会顾及范旭东的。他不是不顾及，是左右不了。您不怪他呀，爸。他呀，也许比范旭东更苦。子英啊，你答应我，不管将来出现什么情况，都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。这是爸爸对你唯一的要求，啊！你们走的这条路，再险再难，也是一个团体，满眼都是崇高的理想，有人帮衬，有人同行，一路上不会寂寞。而我走的这条路很龌龊，而且只有我一个人，没有人理解我，更没有人帮我。就算是子英帮我，也是为了什么夫妻嘛？我心里都一清二楚。行了，范旭东，他是放下笔在做商人，我是放下笔在做政客。可我这颗心，我无时无刻不是向着永久黄的。难道我非要把心掏出来给你们看，你们才会相信吗？崇诚，你们好傻！范旭东也好傻。本来建川厂已经是唾手可得的事，何乐不为呢？有我在宋先生那边斡旋，什么事都是可以商量的嘛。只不过是一个董事长而已，他要当就让他当好了。可是我们可以拿他大把的银子来实现我们梦想事业，不是很好吗？你现在坐下来好好谈，不也来得及吗？你现在才好好谈，早为什么不说呢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南京方面，我是连一点发言权都没有了，懂吗？你们再这样强撸下去，就真的要出大事了。
侯先生在美国看好设备，问我们现在订不订设备？订啊，而且用最快的速度把设备运回来。哎，你可想好了，这设备回来了，批文还没批下来的话，那可就……傅先生说他有办法。他说不好了，你快看。且看蒋汪之算盘，傅李成。傅先生，有人跟着你。我知道，咱们还是去南开。好。不是想帮汪精卫，而是想帮永久皇。他这手够狠，以广州政府实业部代表的名义，把该说的话、不该说的话全说出去了，而且把他们公示于众。真的不想活了。邹贤，这件事情应该还是有回旋余地的。回旋？此时此刻还怎么回旋？整整2个版的篇幅，看看你老岳父都说了些什么。我给你总结一下吧：东北沦陷，南京不思抵抗也就罢了，还要给国防工业设障碍，委办硫酸亚厂。宋子文与孔祥熙先是争抢入主，想大发国难财。现在蒋介石与汪精卫明面上在搞和谈，实际上也是在争利益。广州政府不设任何条件，允许永靖皇办酸厂。傅先生还把这批文公示于众。还有比这更重要的，傅先生还断言，只要蒋介石答应，蒋管军汪主政，蒋管攘内，汪管安外，汪精卫就什么利益都可以放弃。好手段，真是好手段！这是把南京、广州往绝路上逼呀！好一记让人没有回首之力的绝杀，老谋深算，远虑近忧，非你岳父大人傅老先生莫属了。这几个报纸居然也敢登！哎，委员长，是。我现在明白了，怪不得傅先生一再叮嘱我说，永久皇不能有态度，不能回应。广州无条件的答应我们建厂，其实就是想以此与南京方面谈判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定是这样。但是他们没有料到啊，这傅先生会把广州的批文公示于众。这样一来，他汪精卫他就骑虎难下了呀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也就不好改口了。适逢蒋汪正在谈判，如此一来，宋子文不敢争了，孔祥熙也不敢争了。南京方面要再给咱们设立门槛，也得有所顾忌了。不好！南京和广州肯定会逼着傅先生改口的。这件事，傅先生苦心经营了1年，他铁定不会改口。哎，徐东，不，徐东去哪儿啊？这不是傅先生一个人的事儿，我们永久皇必须有态度。徐东，眼下他们奈何不得我们，就是因为傅先生已经不是永久皇的人了。此时一做回应，说明这件事情跟永久皇还是有关系啊。傅先生之所以不让我们做回应，就是想让永久皇从这件事情里摘出来，让我们静观南京方面的态度，在据理与之谈判。是啊，现在局面斗转，舆论纷然，南京方面的处境非常被动。就现在的形势来看，我们完全以商贾来建厂也是有可能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永久皇现在表态度，
以后再和南京方面谈判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。对，哎，旭东，现在南京方面什么都有可能做得出来。傅先生在南开，他现在有生命危险，我们不能不管。你这一去就功亏一篑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让子良过去，他比你我去都合适，你说呢？现在不是我俩露面的时候，就这么定了。你等我消息吧。是，放心吧，我都听明白了。委员长怎么说？南京、广州，傅先生都骂遍了，你说委员长会怎么说？是，他跟汪精卫在有些方面可能会有分歧，但出了这种事，自然会高度一致。邹先生，傅先生找到了，在哪儿？南开大学。备车。周先生，我一定会说服他的，我一定让他改口。恐怕晚了，代理的人已经去了。周先生，周先生，你不能这样！喂，我易书中，帮我接宋先生。易先生，宋先生刚刚进来，现在不方便与您联系。你混账！耽误了宋先生大事，你吃罪不起！立刻帮我接到宋先生办公室。对不起，易先生，宋先生说要你好好协助邹先生工作。到那之后，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傅先生，不管他愿不愿意，马上给他带走，听见没有？大厂子里的车去啊，注意安全。对了，别穿永久黄的制服，换上这个车里。放心吧。你能出什么事儿，你就闭嘴吧。旭东，放心吧，子良已经带着人去南开了。傅先生去的是南开。啊，对啊，怎么了？不好。我记得1年前傅先生就跟我提起过南开小情。这么说他是早就想到了的。南开大学12岁，中华民国20岁。可是新的中国还没有出生，我能说什么呢？我曾经有理想，可是现实是什么呢？在我昨天发表的文章里，诸位可能都已经看到了，孙中山先生为了三民主义奋斗了一生，而且我们叫中华民国，民众之国，民主之国。可是民在哪里？在哪里呢？没有啊！放眼望去，都是官呐，而这些官不为民众的利益服务，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在博弈，在交易。我们东北3省就要沦陷，华北告急了。可这些当官的又在干什么？他们打着团结的旗号，可是谈的不是团结，不是合作，不是抗战，是交易，是利益。他们还在下棋，不是我的棋子，我就收买你；收买不了，我就吃掉你。搞内战，剿共党，捻钱财。广州、南京，哪个政府不是如此？宋子文、孔祥熙、蒋介石、汪精卫，哪个当官的不是如此？我们的理想很简单：允公、允能。何谓允公？无私无我。何谓允能？埋头苦干。
唯其如此，才能日新月异，中国才不会亡国灭种。说来简单，可实行起来，谈何容易？可我们有这样的人，有这样的团体，而且近在咫尺，就在天津，就在塘沽。可惜呀，有可能很快他们也会被博弈者当棋子吃掉。可是理想是永远打不倒的。